好，大家新年好啊！给大家拜个晚年啊！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还怎么样？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今年过年呢，金水也是哪儿也没去，把之前年底几个厂家送测的东西呢，都折腾了一遍。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些新玩意儿中，我最感兴趣的那个小东西——当贝盒子 B3 Pro。第一次打开这个频道的小伙伴呢，这个频道主要是会介绍一些科技、数码和网络生活相关的小方法和小技巧，也会开箱和评测一些最新的热门产品。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失踪了2个月的金水。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不少的盒子。其实，在我的认知中啊，电视盒子应该是这样，或者是这样，最不济呢，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方方正正的小东西啊，这拿到手里一看，突然感觉这不就是一个盒子吗？这才应该是盒子应有的状态。这个盒子跟我手里其他的盒子放在一起呢，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而这个盒子的外包装呢，也是非常的精致，那看着呢要比其他的盒子正式很多。随包装一起附送了一个遥控器、2节电池、一个 HDMI 2.0 的线和一个5伏3安的电源。但是这个长相吧，就跟它的兄弟 B1 非常像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区别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左上角的这个 8K 的 logo，这个呢就是 B3 Pro，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8K 的 logo 呢，就是 B1 了。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明晃晃、金灿灿的标识的时候呢，着实也是吓了我一跳。那我当时就不禁在想，现在咱这个中国厂商什么时候出手已经开始这么哇塞了，上来就给了个 8K。之后呢，金水仔细看了一下参数，才发现这个并不是 8K 的视频输出，而是支持 8K 视频解码。真懂打赏。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背面的接口一个电源接口 ，USB 呢从原来 B1 的 2.0 已经升级到了 3.0 的接口，那这个呢是值得鼓励的。网络接口呢也从百兆升级成1000兆接口。那这个 HDMI 接口呢就有点意思了，它是一个 HDMI 2.1 的接口，最后呢是一个 AV 的输出接口。在这儿呢，我们要着重说一下这个 HDMI 的接口。那这个 HDMI 接口呢是 2.1 的，2.1 的接口呢有着非常好的屏蔽性能和更高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带宽呢也提高到了48 Gbps， 是 HDMI 2.0 的 2.67 倍。最高呢可以承载高达 10K 120 fps 的视频信号，支持动态 HDR， 支持回音增强，支持可变刷新率等等等等。这个参数呢我就不给大家念了。但是呢，咱们说到但是由于现在呢这个 HDMI 2.1 还并不是完整的版本，暂时呢只能输出最高75赫兹的画面。但是不过咱们这个盒子呢只能达到 4K 60帧。为什么呢？其实大家想一想，现在的 PS5 也是一样的，它并不能输出120帧的画面。好，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B3 Pro 的配置。B3 Pro 搭载了精神顶级的 SoC。这个处理器呢是4核加2核，是4核的 A73 加2核的 A53 架构，支持 8K 解码。那这块芯片到底有多强呢？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仅仅比2019年的神盾盒子数据呢仅少了那么一点点。那不管是单核或者多核的性能呢，都已经超过了同级瑞芯微的3399和自家的 S912。经过我的使用呢，系统的流畅度和应用的响应，那可以说呢是指哪打哪，那都是刷刷的。拿到这个盒子之后呢，我终于不用再看小米盒子的脸色了，那就是想装什么就装什么了。之前小米盒子大家也知道只有16G，那你装一点东西它就满了，所以说呢是非常非常之麻烦的。B3 Pro 的无线呢支持双频的 WiFi 5G 2x2 的 MIMO， 理论最高呢867 Mbps， 再配合 USB 3.0， 不管你是移动存储的本地播放，还是无线设备的在线播放，都是丝毫没有压力的。B3 Pro 搭载了当贝 OS， 它是安卓 9.0 的系统，整体观感呢比较简约，而且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的流畅，感觉有点像原生的安卓盒子大家可以自己体验一下。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它的排列顺序，那如果你不想要呢，可以把整条直接删掉。设计页面的分类呢也是比较明确的，
你想要什么设置呢，都是非常容易可以找到的。在这儿呢，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在设置里面可以直接开启允许第三方应用的安装权限。那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安卓盒子呢，那你基本上需要安装的时候呢，它才会提示，而且你不容易在系统里找得到。B3 Pro 最高支持 4K 60赫兹 HDR10+ 的硬件，支持 BT2020 的色域显示，拥有 HDR 加 HLG 的双动态解码。在我使用期间呢，我发现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这个盒子呢无法自动加载 HDR， 这个 HDR 呢需要手动打开才可以。在我跟厂家沟通之后呢，他们告诉我已经在解决和修复这个问题了，后面应该会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金水的实际测试呢，在各家的视频站点，普通的内容呢都是可以正常的播放的，画质呢也是相当的不错。爱奇艺呢是可以开启 4K Max HDR， 杜比音频呢是可以正常加载的，视频显示呢也有相应的提升，整体观感呢是非常的不错的。B3 Pro 可以通过海外的应用市场来安装 YouTube 的 TV 版，那同样可以正常的加载 4K HDR 的视频，跟原生的安卓盒子表现呢是非常一致的。奈飞 TV 在这儿呢当然是不能安装的，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是因为授权的问题。那如果你实在想看的，当然也可以安装一个手机的版本，但是呢，就是无法拿遥控器来操作了。你可以通过外接鼠标来解决。当然，手机版本呢也有一个最大的劣势呢，就是它的画质只能定格在 720P 了。在看视频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个 B3 Pro 的遥控器呢跟小米盒子做的非常非常像，那手感呢，只能说是一般。它的这个语音操作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在这儿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开爱奇艺，我想看蜡笔小新，美国大片儿。打开设置，音量大一点，音量0。这个遥控器呢确实很强大，那全系统的支持到第三方的应用控制呢都是非常的精准，我是真心的爱了。而且这个遥控器呢是双模连接，即使你的蓝牙连接不上呢也是可以用的。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遥控器呢有一个找回功能。有孩子的家庭呢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你家的遥控器经常是被熊孩子整的找不到，那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当贝的微信小程序找到熊孩子掉在沙发缝里的遥控器了。但是呢，在这儿啊，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搜索视频的时候，不管你是用手动搜索或者是用语音搜索，那这个系统呢都会优先在当贝影视中去寻找，那并不会直接打开相应的第三方程序进行播放。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即便我已经登录了爱奇艺的会员，但是呢，当贝聚合影视在播放 VIP 视频的时候呢，依然会要求我付费。赘婿，看他现在只能试看6分钟，还让我开 VIP， 我就搞不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爱奇艺的 VIP 了已经。这个就可以直接播放。人都说2021年是 8K 元年，8K 作为 B3 Pro 的宣传重点，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在强大的硬件的加持下，无论是本地的播放，还是通过无线的播放共享视频，效果呢都是相当哇塞的。那我给大家播放几个视频的片段，让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现阶段的 8K 视频呢，大多数呢都是 VP9 的编码居多。那大部分 VP9 的编码和 H.265 的编码的 8K 视频呢 ，B3 Pro 都是可以正常播放的，少数呢只能支持到30帧的播放。
金水下载的演示视频呢，只有一个特殊的编码呢，它是无法正常播放的。即便是用柯迪播放呢，也是卡的跟 PPT 一样。看来呢，还是存在一定兼容性的问题。不过，即便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 8K 的播放的能力呢，也比我的黑苹果要强得多了。作为一个性能强、颜值高、内容多的盒子，这个真的可以算是国内盒子的顶尖产品了。现在这个盒子呢，已经是全网缺货的状态了，那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到底有多抢手了。有一说一啊，699的价格真心不算便宜。但是就性能而言，相比较其他国产的盒子呢，甚至是外贸盒子，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现在这个盒子已经属于长期断货的情况，我这儿还有一个，要不抽个奖？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每一次评论、点赞和转发都会对我和我的频道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